存款是1年1存还是直接存3年？我在银行的表哥跟我说了大实话。很多人有没有发现呢？现在你去银行存钱，那个前台的柜台工作人员，他们呢会想方设法的让你存1年。当然呢，也有些人呢比较变态，他说让你存活期，他说你到时候要用钱怎么办？其实呢，他们有业绩任务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在那个银行工作的表哥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啊，那银行为什么会让你存1年呢？1年1存，而不是直接存3年？聪明人都知道啊，1年1存的话，它利率会低一点；存3年的话，利率会高一点。但是银行工作人员为什么会让你存那个1年1存呢？还想方设法的跟你说啊，那个1年1存的话，到时候钱可以活期可以拿出来。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心思。第一呢，我们相信啊，银行呢他们都有那个储蓄的任务的，有 KPI 考核的。比如说你直接存一个3年，我就这样跟你说吧，那后面2年的话，他们完成不了这个存款任务，那他们的提成是不是就变少了？在银行里面不叫提成，具体叫什么我就不方便透露，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吧，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索。他为什么会让你1年1存呢？就是啊，比如说你今年存了1年，明年你还是他的客户，他会问你要不要续存，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客户当2个客户用，每年你都能帮他完成一个存款任务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银行的那个利率啊不停的下降，比如说各种贷款利率它也下降了，那存款的呢，就是存钱的人变多了，贷款人变少了，那银行的收入来源呢就变少了，所以呢他就建议你1年1存，这样呢可以少付点你利息，银行呢也是他们的一个运转模式的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呢，你这下明白了吧？存款到底是1年1存，当然也还是要因人而异的。有人呢，他没有闲钱嘛，就是说有闲钱，但是不会有大的事情变故嘛。比如说不要做生意啊，不要资金周转啊，不需要马上买房买车啊，或者说不需要安排子女结婚之类的啊，没有这个大钱的一个支出，而且呢自己都有医保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他就每个月都有收入，比如说有养老金的人呢，他手上就有闲钱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直接建议你存3年，因为的话3年利率确实会比1年1存的利率要高一点。而且你也不用说随时有钱要取出来，再包括1年1存的话，确实是方便点。到时候想取出来呢，因为3年的话，你提前支取的话，只能按活期利率计算。再有一个大存款和一个大存单，然后还有一个定期存款。如果是你按大存款的话，它是一个续存，就说你存了那个1年之后，它是按直接1年的利息。如果说你存3年的话，提前2年支取，它也是因为大存款的话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嘛，就是那笔存款是可以转让给别人的，那你可以拿到1年的利息。如果你直接是那种定期存款的话，没到3年的话，那你的钱的话是拿不到那么多的，就是按活期来算的。所以说这下你们明白了吧？再一个存款的时候啊，有些银行呢它是有那个存款条例规定的，就比如说50万存款，有些银行呢它是有银行保险条例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所有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吧。就是有些银行小银行它利率可能很高，村镇银行啊，然后呢，万一它如果说不小心经营不善怎么样呢？那如果钱没有取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赔付的话，没有保险的话就赔付不了你。那相信呢，我们国有银行呢，四大行的话，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些问题。而且呢，如果就算赔不出来了，那也有国家作为保险作为背景嘛，对不对？50万就是小于等于50万的是可以全额赔付的，超的就没办法了。这下你们知道吧？其实存款呢有很多方式，具体呢大家是要多学习多了解。然后理财有风险的，投资需谨慎啊。然后这期视频呢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，只是说告诉大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的一些知识，这下你们明白了吗？